你敢相信吗？哈利波特里能让人凭空消失的隐形斗篷，居然已经在实验室里变成了现实，而且不是靠电影特效，是实打实的光学原理在撑腰。今天我就把从理论到实验的所有关键拆解给你，看完你不仅能懂隐形技术的核心逻辑，还能 get 到科学家们是怎么一步步把魔法变成科学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法在商店里买到隐形斗篷，但实现隐形的理论基础和部分实践方法早已经成熟，甚至已经有实验能让物体在特定条件下彻底消失。哪怕现在还有不少限制，这也足够颠覆我们的认知了。在众多隐形技术里，罗切斯特隐形斗篷绝对是接地气的黑科技。它不是真的斗篷，而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科学家发明的一套4片透镜系统，只是按行业习惯被叫成斗篷。它的工作原理就像给光线修了座立交桥，镜头拉近，第一片透镜像个扩音器，把平行光拆成发散的光束，等光束穿过焦点散开后，第二片透镜像缩音器，把光束收窄，再变回平行光，而且直径比原来更小。接着这个过程反向重复，第3片透镜再把平行光拆成发散的，第4片又把它恢复成原始直径的平行光。神奇的是，光线全程没变化就到了观察者眼里，但在第1和第2透镜之间形成了一个光线完全不会进入的盲区，任何放在这个盲区里的物体在观察者看来都会彻底隐形。更惊喜的是，这套系统成本不到100块，物理课上就能动手演示。不过这套技术虽然酷炫又简单，但离真正的全角度隐形还差得远，它的隐形效果只能在单一角度实现，观察者稍微歪下头，隐形就失效，而且隐形区域特别窄，物体放偏1厘米就露馅，更别说那4片透镜本身特别显眼。相比之下，隐形盾牌实用多了，它由透镜阵列组成，能把物体的光引开，把背景的光导向观察者，让盾牌后的物体像融进了背景里。当然它也有局限，只能在特定视角生效，需要均匀背景，但理论上确实能用来掩盖不想被注意的东西。而要实现真正的全角度隐形，连斗篷本身都看不见，就得靠超材料了。这种材料由比光波长还小的微结构组成，光会把它当成连续介质，但这些微结构的特殊电磁特性能让光像绕开石头的水流一样绕开物体。你以为超材料是科幻，其实它已经用来做超级透镜，能看到纳米级的细菌。如果让你选，你觉得罗切斯特斗篷和隐形盾牌哪个更适合民用场景？评论区唠唠你的想法。我们平时学的都是光沿直线传播，但光其实也会绕路。你肯定见过炎热沥青路上的海市蜃楼吧？镜头切换到热浪扭曲的公路，远处的汽车像飘在水面上，这就是大自然自己做的临时隐形斗篷。因为沥青加热了空气，形成了温度楼梯，越靠近沥青的空气越稀薄，折射率越低，光线在不同台阶里不断折射，就弯了过来，把天空的光当成了水坑的反射。这种光在梯度折射率介质里弯曲的现象，就是梯度折射率隐形斗篷的核心原理。理论上，如果我们能做一个光学气泡，外层折射率和真空一样是1，内层折射率为0，就能让光全部绕开气泡中心的物体，实现隐形。但问题来了，常规固体材料根本做不到折射率为0，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对吧？其实这个天方夜谭是我们混淆了2个概念。这里的光速指的是电磁波的相位速度，就像演唱会里的人浪，人浪的传播速度可以比每个人实际移动的速度快得多，甚至能无限大，但信息还是靠人传递的，完全符合爱因斯坦相对论。从电动力学来说，折射率是介质介电常数和磁导率乘积的平方根，要让折射率为0，只要让介电常数或磁导率为0就行。大多数材料的磁导率接近1，很难调整，所以科学家通常想办法把介电常数降到0。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复合结构，用金属纳米线或纳米颗粒填充介质，只要这些微结构的尺寸和间距小于光的波长，光就会把它当成均匀介质。通过调整金属的体积比例，就能让总介电常数接近0。这可不是纸上谈兵，已经有实验验证了。说到金属的介电特性，得从它的结构说起。
金属里的自由电子就像一群没拴绳子的小狗，在恒定电场里会集体往一个方向跑，一端积累负电荷，一端积累正电荷，直到内部的电场完全抵消外部电场。这时候从介电常数的角度看，就会出现无穷大的结果。其实这是因为介电常数的概念在恒定电场里对金属意义不大，而当我们关掉外部电场，电子因为惯性会超过平衡位置，开始像挂在弹簧上的小球一样来回晃，这就是等离子体振荡。典型金属的等离子体振荡频率大约是每秒10的16次方弧度，换算成频率刚好在紫外线范围。这也是为什么金属对紫外线反射特别强。那在可见光这种交变电场里呢，可见光的频率范围是4到8乘10的14次方赫兹，比金属的等离子体频率低。这时候金属里的电子就像跟不上音乐节拍的舞者，振荡方向和电场方向相反，产生的电场会抵消部分外部电场，结果就是金属的介电常数变成了负数。镜头拉近金属表面，当光碰到负介电常数的金属，就像皮球碰到墙，直接被弹回去。这就是为什么金属不透明，我们看到的都是反射光，而且负介电常数还会让光最多只能穿透几个原子的厚度，连纳米级的缝隙都钻不过去。这也是金属能做屏蔽材料的原因。既然金属在可见光下有负介电常数，那把金属和正介电常数的介质按不同比例混合，就能得到各种折射率的材料，甚至调整不同区域的金属比例，就能做出折射率渐变的结构。比如隐形斗篷的内层金属浓度高，折射率接近0，外层金属浓度低，折射率接近1，正好符合梯度折射率隐形斗篷的要求。2018年，中国暨南大学的科学家就做了一个惊艳的实验，用银纳米线做的梯度折射率材料盖住物体，背景是 Z 和点的校徽缩写，结果观察者居然能清晰看到完整的背景校徽，就像物体不存在一样。不过这还不是真正的隐形，材料会吸收部分光线，仔细看还是能发现差异，更像是高质量的光学伪装，但这已经足够让人惊叹，我们离魔法斗篷又近了一步。但目前的隐形材料还有个致命问题，只能在很窄的波长范围内工作，最多几十纳米宽。这是因为所有材料的折射率都会随波长变化，也就是色散，而金属纳米结构的色散更明显，所以现在的隐形技术只能在单色光下实现，没法在日常的白光环境里用。不过科学家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假以时日，说不定真能做出实用的隐形材料。除了这种主动绕光的技术，还有2种有趣的隐形思路。一种是地毯斗篷，用刻有微结构的超表面覆盖凸起的物体，让反射光和平坦表面的一样隐藏凸起。另一种是时间隐形，通过快速改变材料的折射率，制造一个短暂的时间盲区，物体穿过时就会在这段时间里消失。虽然目前只能实现微观尺寸和几秒的隐形，但可以用来在信息流里隐藏秘密信号，比如军事通信里的加密内容。这些隐形技术不只是满足我们的魔法幻想，未来还可能改变很多领域。军事上能让坦克、军舰消失在战场上，医疗上能让手术器械在 X 光下隐身，更清晰地看到病灶。数据安全上能实现不可破解的加密通信，甚至重新定义我们对光学的认知。原来光的路径不是固定的，我们可以像修路一样引导它。如果你对这些酷炫的科技感兴趣，别忘了关注我，点赞收藏这条视频。下次我带你亲手做一个简易版的罗切斯特隐形斗篷，亲手体验让物体消失的乐趣。看完今天的内容，你最想让什么东西隐形？评论区告诉我你的脑洞。